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平凡人生，天真过后要怎么走？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谁无狂想不可告人？难忘时光，必须散尽，留下我。快乐时抱着时，那时至死不渝朋友。决裂时，你为何以为再拖一回还有时候？即使多风光都要清醒，有几多掌声也是苦情。你只可聽到我大笑聲，哭泣也未放聲，講不出聲，講不出聲，任由自己半夜驚醒。我只不過偶爾受了驚，於是才遺忘本性。怎么样，还可以？常在心大脚巴出律师信了，在这儿，你先看看。这个小甘，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居然说我跟丽姨在大暴中风的时候禁锢他，在他神志不清之下，逼他立这份遗嘱的。他还打算向法庭申请推翻这份遗嘱。你快帮我看看，他们有没有权这么做？你先别这么紧张。这封律师信你先交给我，明天你跟丽姨去 Alfred 那间律师行。去 Alfred 那间律师行？我们不是去你办公室吗？不要问这么多，明天就知道了。还可以，这个官司很重要，如果只交给常小姐负责，我怕她应付不了。我们多找几个大律师帮忙吧。放心吧，丽姨，交给常在心，他有分寸了。还可以，丽姨，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唐志安先生跟林丽小姐。嗨，你好。这位是他是 Alfred 的师傅，他是全香港最有名的事务律师之一。还有 Gordon， 他的 partner。你好。Eric、Duncan。你好。他们全都是很有经验的事务律师。来，坐。还有这4位，都是 Alfred 的得力助手 ，Emily、Josephine、Yuki 跟 Cindy。他们全都说很想帮忙打赢这场官司。他呢，还推了几个大官司来帮忙的。这次真感谢各位。常在心跟我们说，你们的事也就是他的事，而他的事也就是 Alfred 的事，而 Alfred 的事呢，也就是我的事。总而言之，谢谢大家帮忙。常在心，师傅，哎，好了，你怎么才来啊？我刚才有点事。还可以跟丽姨你见过了？哦，见过了。哎，坐，不用客气。唐先生，你这个人真跟你名字一样，真是还可以啊。你看，全香港最出名的事务律师跟大律师全都让你请来了。其实我今天已经订了机票去英国，哪知道我这个好徒弟流着眼泪求我帮你忙。常小姐，真谢谢你啊。丽姨，你不用谢我，其实我是还债，还可以啊。OK， 唐先生，如果你同意的话呢，从现在开始，我们Law & Guan律师事务所正式接手这官司。我们同意。那我们会把这官司转接给常在心大律师，由他全权负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争取时间研究一下案情吧。唐志安先生，请问唐人家先生在今年6月第2次中风之后，你们4兄妹是不是每天都寸步不离，在唐人家先生的床边守候呢？是，我们都说一起去陪他，不过有时轮班制。那你们4位跟那位林丽女士，是不是曾经阻止过唐人家先生和他的合法妻子王秀琴女士接触，不让他们夫妻俩说话，甚至不让他们夫妻俩见面？没有，我没做过这种事情。是王秀琴不让我们见爸爸最后一面，她甚至不让我们进灵堂，不让我们瞻仰爸爸的遗容。唐志安先生，请你听清楚我的问题，你再回答。我不是问你王秀琴女士阻止过你做什么，我是问你们有没有阻止过王秀琴女士见唐人家先生？没有。有，你有。今年6月28日，
王秀琴女士拿着一本报道你们唐家争产案的杂志去看唐人家先生，但是你就喝令他离开，还恐吓他，说找警卫来赶他走。同年7月7日，王秀琴女士为了要让她丈夫得到更好的治疗，她提议唐人家先生转到另一间设备更先进的医院。但是林丽女士跟你们四兄妹又再一次把王女士赶走。据我所知，当时你们也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大豹当时病得很严重，他根本就不适应转院。主治医生徐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唐志安先生，我再一次提醒你不要所答非所问，你只要回答我有还是没有。是有这2件事，但是法官大人，我问完了。志焕，算了，今天小甘会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这件事。志焕，别管他了，他已经不知廉耻了。由得他吧。唐太太，请问你跟常在德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感情的？究竟在你丈夫唐人家先生过世之前还是之后的事呢？是啊，唐太太，有传闻说你在这场官司完结之后呢，就会跟常在德先生结婚。那请问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呢？唐太太，能不能讲讲你现在有什么感受？你怕不怕这件事传出去之后，大家会乱讲而影响法庭判决呢？发表一下吧，请大家静一静。首先，谢谢各位出席今天的记者招待会。首先要声明，唐太太没做过见不得光的事，待会儿呢，她会很大方地交代这件事。不过，请大家不要访问太久，因为唐太太最近身体不舒服，她会晕倒。谢谢合作。我认识常在德先生已经好几年了。我先夫唐人家跟我说，他说鲍鱼店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差，他怀疑鲍鱼店里有人手脚不干净，他吩咐我找个会做生意的人回来，帮忙经营鲍鱼店的生意。我就找了常先生回来帮忙。我先夫跟常先生蛮谈得来的，他还经常请教常先生应该怎么做生意呢。我跟常先生是在最近这1、2个月才发生感情的。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就算吃了抗抑郁的药也没有用。就在我先夫出殡的那天，我想吃安眠药自杀，是常先生救了我，是他教我要笑着面对逆境，是他教我要挺起腰杆来做人，去争取自己应得的东西。或者你们觉得我很肉麻，但是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真心话。常先生对我可以说是有脸深爱，而我对常先生也可以说由感激转化为感情。我跟大家说句真心话，我跟 Francis 的感情是真的，我没结过婚。Francis 是单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我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更不认为我们的感情会影响这场官司。好了，各位，唐太太要去复诊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为止，谢谢各位。这么快？唐太太，再说2句好不好？再说2句吧，再说2句吧。发表一下，快走啊！发表一下，跟我说一声吧。志辉，没有乘凉的日子，第236天，晴天。唐家这官司的确很棘手，连坡也说打赢的机会只有50-50。大家为了这官司都熬得很辛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这么有兴趣，说晚上大家一起出海轻松一下。
大家都说好，可我找借口说很累，不去了。我知道我上了游艇，一定又会想起很多 Alfred 的事，又会想起 Alfred 坐在甲板上为我唱 Vincent， 想起他跟我说他童年的故事，想起我们在船上聊着聊着就一起睡着了。现在不论在哪儿听到 Vincent 这首歌，我都会情不自禁流下眼泪。今晚我跟海可以在西环吃饭，我突然发现他用一种很特别的眼神看着我，他这种眼神是我这几年从来也没留意过的。还可以。哇，这花好漂亮啊！不用问了，一定又有人追了。是那个新来的律师 Chris 他来了3个月了，但是我对他没有感觉。我今天索性跟他说清楚了，我说你不用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已经结婚了，我是程太太。刚才当我说到我是程太太的时候，我看到海可以的眼神很难过。我突然在想，这几年来他会不会经常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呢？而我的心里就只有程亮，所以我一直也没留意。我跟海可以一直谈案情，谈到12点多。后来我们一起走回西环村，经过一间粥店，有水蟹粥。海可以他揪着我，他说有水蟹粥吃。不过我跟他说，我说我很饱，所以我们没去。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我跟海可以一起吃水蟹粥的话，我就会有罪恶感。Alfred 他会不开心的。算了，常在心，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一定要好好打赢这场官司。Alfred 一定很希望你赢的，我一定要为我生命里2个最重要的男人打赢这场官司。唐志安先生，请问你认为唐人家先生在立遗嘱的时候，他是不是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是，我肯定他很清醒。唐人家先生在第2次中风之后，他未经医生批准，他穿着睡衣、穿着拖鞋走回家，当着全家人的面前，对着我的当事人说：“阿琴，我很真诚地跟你说 I love you， 我爱你，我重新爱上了你了。”唐志安先生，以你的认知，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到底他是不是清醒的呢？是，我认为他是100%的清醒。那跟着唐人家先生又说他中风，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中风呢就越气越精神，越气越精明，让你们好好的找点事来气他。我想问问，唐人家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你认为他是不是清醒的？是，当然是清醒的。这样你还说他清醒？我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在清醒的状态之下上庭作供 ？Objection！ 反对原诉人律师对我当事人说出这种侮辱性的话。对不起，我收回刚才那句话。唐志安先生，在唐人家先生临终之前，他说如果他的孙女哭，就把她放在电视机前，他是不是清醒的？清醒。他还说他孙女的那块癣如果好了，他就死也死得安心，他是不是清醒？清醒。在他临终的时候，叫他律师来交代他的身后事。结果就交代他孙女腿上的那块癣，交代说用手指弹他孙女的小脚板，还要弹得啪啪声的。他是不是真的清醒？他当然清醒了。一个爸爸，知道自己孩子的幸福被人破坏的话，有什么不敢说，有什么不敢做？只要可以帮孩子，什么都会说，什么都会做。我只问你，他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其他的也不要说。大豹临死的时候，只剩下一口气，也在想办法怎么样帮自己的孩子。他怎么会不清醒？他比任何人都清醒。他这辈子最清醒的就是那个时候。常小姐，你帮我们打官司打得这么辛苦，来吃块鸡。谢谢丽姨。现在我们打了这么多场官司，你觉得我们唐家胜的机会有多大？我跟我师父他们商量过了，现在很难估计赢面有多大。我担心他出一招就是拖字，向法庭申请暂管令。志新啊，什么叫暂管令啊？所谓暂管令，也就是法官认为这官司拖得太久，所以将有争议性的资产暂时交给第三者托管，而这个第三者通常是会计师。那也就是说，唐记鲍鱼海味店要交给别人来管理，就连娇娇的海鲜酒家也算。是啊，
这段时间连持牌人也无权过问。好，唐记的生意怎么可以让外人管？那我们的生意岂不是让人绑死？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跟那个女人庭外和解？要那个女人肯才行啊！如果照她的意思，分抱抱的一半家产给她，我想她会答应。你不用再说了，舅舅。大豹叫我跟丽姨做遗产管理人，我跟丽姨都不会赞成这么做的。还可以，我们给他3亿，我们还有3亿，你信我，给我5年时间，我拿这3亿，可以赚回来第2个3亿，第3个3亿，甚至第4、第5个3亿。那个女人这么狠，你为什么要屈服？没人比我更恨这个女人，但是我们要理智一点。你们再想想，如果我们继续争下去，我们这3、5、7年的日子怎么过？岂不是每天官司缠身，不停出入律师行，不停被记者烦死？不要再说了，姐夫他信得过我们，才让我跟还可以做遗产管理人。这一点，我一直都觉得不开心。不过那个时候抱抱他身体不好，我懒得说。小豹根本就不喜欢做大生意，他的兴趣也不在这里，为什么让他抓住钱不让我拿去发展呢？阿娇，你怎么会这么说啊？你怎么会这么想还可以啊？我只想说事实，不是针对他。Jackie， 不用再说了。秋秋，我从来也没有想抓住这些钱。我本来打算等这官司完了之后，就不再做遗产管理人，把钱拿出来给你们去发展。我打算离开香港。你要离开香港？你要去哪里？你不要我们了。反正这官司一定要打下去。大豹这么想，大干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做子女的，不可以违反他们的意思。怎么你真打算打完这场官司以后就去南非啊？你还记不记得南非来的那位陈先生？他每次回来都跟我出去喝茶，我跟他是好朋友了。他还想认你做儿子啊？他无儿无女，很希望我去帮他忙管理那边的生意。他还特地拿到一个南非鲍鱼的代理权，说要做我的老本行。其实我自己也想换换新环境，所以我就答应他了。哦，怪不得你有香港鲍鱼王子不做，原来你想做南非鲍鱼大亨。那当然了，香港的市场这么小，哪容得下我这么大的野心呢？香港呢是小了一点，不过你知道你这人这么老土，整天说什么一家亲，你舍得志兴、志欢跟唐鑫吗？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家里每个人都变了，志欢长大了，已经有女朋友了，将来会结婚。志兴也一样，很快就毕业了。你也一样，那现在已经是大律师了。你还记得以前吗？那也不一样了，那快要做南非鲍鱼大亨了。你还记得新绘画？有些事永远都不会忘记。对了，志兴他们一定想知道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离开。你快回去吧，我自己坐计程车行了。我帮你。一到家打个电话给我。没有陈亮的日子第248天晴。今天还可以告诉我，这场官司完了就要离开香港。其实他也没这么快走，可是我已经觉得心里很酸，不断的在流眼泪。我竟然很怕他真的会走。丽姨啊，你们快过来看，那对奸夫淫妇又有丑闻了。又写什么？之前那个常在德不是在记者会上说他没遇过真爱，没结过婚吗？还说对王秀琴流连深爱，这些肉麻的话全都是假的。好，记者跟踪他回大陆，他2年前已经结婚了，而且他老婆才23岁，在酒楼做接待员，还有2个孪生女儿1岁半，这是全家福。这女人才23岁啊！结婚2年，也就是认识小妈以后才结婚的。那当然了，难道他真对王秀琴流连深爱吗？他又不是青春年少，那个男人啊，摆明是为了钱。
杂志还登出来，他们住在深圳福田区的高尚住宅，100多万的楼房，买房子的钱肯定是王秀琴给的。哎，志欢，你干什么？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找那个混蛋。我妈以前不是这样的，是他弄成这样的。我妈她是不好，但是不会坏的想抱抱死，更不会坏的想跟家里人打官司啊！你不要这么激动，先坐下。唐太太，听说常先生太太在医院生孩子，是住1等房的。是啊，还听说常先生他生意失败，他哪有那么多钱呢？这钱是不是你的，唐太太？唐太太，你上次说你完了这官司之后就会跟常先生结婚，常先生在大陆已经结婚了，你再跟他结婚就属于重婚，在内地重婚是犯法的。你有没有打算改变这计划呢？是唐太太，发表一下，说一说吧，唐太太啊。是啊。你们这帮年轻人馋得我呀，连茶都不能好好喝了。唐太太听说常太太早就知道你跟常在德在一起，但是她说不介意老公有个婊子帮她养女儿，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件事呢？是不是这有这件事啊？发表一下，唐太太，发表一下，说两句吧。我知道大家呢工作很辛苦，那先让秦姨去洗手间补补粉，待会儿出来慢慢的回答你们的问题，全部都回答。不过不要跟我进洗手间，合作一点啊。哦，好。啊，今天我请客，你们尽量叫吃的啊。好，谢谢啊，谢谢。王秀琴，怎么你也在这儿？这么巧啊！你还站着这干什么？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今天志欢看了那本八卦杂志，写你和常在德的那些丑事，他看完之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跟着就全身发抖。这孩子这么大了还流了满脸的泪。哼。那个唐芷欢流不流眼泪关我什么事啊？你进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事啊？大人做事要负责任，不要弄得小孩子难受。难道你一点都不挂念芷欢，没替他想过吗？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脑子里啊，现在只想着怎么打赢这场官司，其他的事情我什么都没想过。芷欢小的时候很可爱，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家人？我只记得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些什么话。为什么生我的那个不是灵巧，是王秀琴呢？从他说这2句话的那天开始，我已经不再当这个人是我的儿子了。我再说一次。我当我的儿子已经是少年王了，收手吧，阿琴。我也被男人骗过，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对不起，我不是你 ，Harry 对我是真心的。他会真心？你不是想告诉我，他2年前在大陆结婚，你知道吧？还生了2个双胞胎的女儿，你也知道？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啊？我跟 Harry 是这2、3个月才发生感情的。他对我很坦白呀，以前的事，他全部都告诉我了。哼，那好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明天你就要出庭了，你是不是继续指证姐夫神志不清？那当然了，这场官司争的就是这一点，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就是姐夫，这30多年来，他对你是全心全意的。你竟然为了一个弄得你让全世界耻笑的男人污蔑他，你怎么做女人的？玲玲，你再这么动手动脚的，我就告你伤人，还要告你恐吓证人。我真可以对天发誓，我和唐太太的感情是真的，我没欺骗过唐太太，也没用过她的钱。唐太太来了，唐太太来了！哇，你们怎么还没走啊？还多来了这么多记者呢！哇，你们这些年轻人呐，真是很拼命啊！唐太太，关于常先生结了婚这件事呢？行，我今天有很多的时间，慢慢的跟你们说啊。部长，麻烦你呢多写几碟炒粉面拿出来啊。哎，好。来，大家先喝杯茶，坐啊，坐，喝茶。
王秀琴女士，以你认为，唐仁家先生在立遗嘱前后的日子里，他是不是清醒的？他有没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来立这份遗嘱呢？先夫在第一次中风之后，我就觉得他神志不清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做些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晚上，我去医院看人家，他抓着我的手，说徐医生不是个好人。他说不想让徐医生医治了，叫我跟他换一个医生。他说虽然徐医生比他年轻，也比他英俊，但是真正爱我的人是他。怎么徐医生他追求过你吗？当然不是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唐人家把徐医生当成30多年前那个玛丽医院的骨科医生了。想当年那个医生追我追了1年多，还天天送花给我。不过最后我还是被人家的真情给感动了。王秀琴女士，据我所知，你跟唐人家先生是在瑞典注册结婚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不在香港结婚呢？是唐家上上下下的人全都反对，他们怕我跟唐人家结了婚之后，有了名分，就会跟他们分家产，所以他们全都反对呀。唐人家有一句口头禅：有口也是和，无口也是和。最重要的就是家和万事兴啊。于是，他只好偷偷的跟我去瑞典注册。说起来，我们2个就好像偷情一样。现在想起来，人家中风，也是因为他太爱我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医生曾经提醒过他，他血压高，血管又窄，不能去太冷的地方，因为很容易让他的血管收窄，会有危险的。我们行礼的那天，人家看见我穿上婚纱，他很兴奋，接着他就头痛了。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风的。对不起，我有点头痛。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患有中度的抑郁症和梅尼尔氏病，我想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暂时不适宜做工。我要求申请押后聆讯，希望法官大人批准。本席宣布今天休庭，押后下星期2再聆讯。扣。唐太太，不好意思，唐太太今天不回答任何问题。喂，唐太太今天不舒服，让太太透透新鲜空气啊！不要围过来，拜托拜托啊！哎呀，你不舒服就不要出庭了。我叫你申请延期，你又不听，撑着啊，待会儿送你去医院。我对不起唐人家，是那次婚礼让他开始中风的。哎，你不可以这么想。那唐先生的心愿呢，是想跟你结婚吗？现在结成了，他安心去了，应该反过来想啊，知不知道？常在德，你这混蛋！喂，是你把唐家害成这样的，是你把我妈弄成这样的！喂，你放手啊！这里是法庭啊，放手！你那天来找我，根本上就是你利用我，劝爸爸去瑞典结婚，是不是这样？我问你是不是这样？放手啊！是不是啊？放手啊！志辉，你干什么？志辉，冷静一点。那我警告你啊，我今天看在 Francis 的份上，要不跟你说，走。你小心点，亲姐。妈，你不要听他的，妈！妈，他是个骗子，妈！ Jackie 呀，人家生女儿，我生女儿，不知道为什么我生的女儿这么没良心，半年多了也不回娘家来看妈。其实我想回来，不过我怕你们没空招呼我。你知道你们多忙了，一会儿要去记者招待会，一会儿又要上庭作证。我就算回来，家里也没有人吧？好了，大家不必唇枪舌剑了。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嘛。 是 Jackie， 我们是各为其主，你帮唐家，我们帮唐太太。那不过我们也很欢迎你回家坐的啊，坐吧。对了，怎么不带唐欣回来看看外婆啊？婆婆啊，早就想抱抱外孙女了。你不是想这辈子藏着女儿，不带她回来见见我们和妈吧？其实我很想带她回来，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女儿说，怎么介绍你们呢？是不是说你们俩是贪钱婆，这个是贪钱佬，外婆是财迷心窍呢？喂，你说什么呢？我问你们分够了没有才对呀！什么？现在唐家争家产，关你们什么事啊？你们是唐家的人吧？我拜托你们明天上庭不要再胡言乱语了，好不好？妈，你都一把年纪了，我求求你学学丑字怎么写。丑？我们是不会写丑字，我们只会写一个钱字。唐太太讲明了，只要我们站在她那边，她就会封一封1000万的大红包给我们。哈，她呀已经给了我们100万的定金了。老说我们财迷心窍，是你自己嫌钱腥，是你有问题。既然到了这个份上，我就坦白告诉你吧，你老公啊，每天跟你睡在一张床上的唐志毅呀，他不跟我们一样，他不贪钱吗？我告诉你 ，Gilbert 不是那种人。哈，你以为我骗你啊？我告诉你吧，他昨天秘密约了唐太太出去谈判，已经谈好了。他说去劝还可以他们庭外和解，然后就分一半家产给唐太太，唐太太也答应了。只要那3亿一到手，他就会封3000万的大红包给你老公，然后让他去开鲍鱼连锁店。王你还蒙在鼓里，嫌钱腥。等你吃饭呢 ，Gilbert， 我们回房，我有事想问你。在这说就行了。是啊 ，Jackie， 说出来，大家商量一下也好。我刚才回我家，我妈他们说你秘密见了王秀琴，只要你做到她要求的事，她就给你3000万大红包，是不是真的？阿娇，你见过王秀琴？是不是真的，阿娇？是，我还答应他，不管逼也好，劝也好，要你们跟他庭外和解，分一半家产给他。我刚才还在想怎么跟你们说，现在 Jackie 回来说了，大家清楚了。娇娇，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爸爸和妈咪的心愿不是这样。但是我想问你，难道爸爸和妈咪的心愿是想我们浪费时间？大家也知道，这样的官司一打就打3、5、7年。人生不是有很多3、5、7年，我不想浪费时间。对不起，还可以利益。我希望你们听我劝，不要再跟那个女人斗下去。如果你们不听的话，我只好出庭做供，证明抱抱在立遗嘱的时候是神志不清。我是抱抱的亲生儿子，以前站在你们这边，我想我的证供，法官一定会相信。Gilbert，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决定了，我不想弄得大家不开心，我只想尽快了结这件事。我约了人，谈鲍鱼连锁店的事，我先走。Gilbert， 常在熙，你在哪里？我现在去西环，你有没有空出来聊聊？现在不行啊，太太刚想到一些新的 point 来打官司，她约了我们所有人去她家开会。没用了，现在什么 point 也没用了。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娇娇跟王秀琴谈好了，她调转枪口站在他们那边，她会出庭作证，指证大豹是在神志不清之下立那份遗嘱的。怎么会这样？他这么做，这官司一定会输的。你快劝劝他。没用了，怎么劝都没用了。他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还可以。副总裁在金钟龙隧道发生一宗交通意外。Sir， 请问那个司机现在哪儿？他有没有受伤？小姐，你不能进去。小姐，你不能进来。那司机是不是受伤了？先出去啊！你先出去好不好？他是不是进医院了？你不要妨碍我们做事啊！他有没有事？冷静点，冷静一点，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冷静一些，小姐。轰动一时，鲍鱼富商唐人家先生6亿家族争产案。今天的聆讯
将会进入高潮。唐家先生，这宗生产案轰动全港，报纸有天天头条，你有什么想说的？发表一下，唐先生，说两句，唐先生。唐太太来了，唐太太，唐太太来了。唐太太，明天是你先让唐人街的生意，你是啊，不会？我会请很多的大和尚回家做长法事。如果有人硬要回来，我就报警。我是唐家长子嫡孙，我一定会来拜祭我爸。他不是长子嫡孙，他是野种。听说你跟你小儿子唐志欢脱离母子关系，有没这件事？我不是为了钱，我是替我老公管教儿子。我老公生前说过，不嫌弃不孝子，丁只嫌不发志。王秀琴女士，请问你是基于什么理由认为唐人家先生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之下立这份遗嘱呢？我跟我老公睡在同一张床上，有什么事不能说？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跟我说过他会立遗嘱。我老公当时也对着苍天发誓，他说绝对不会分家产给这个野种。你是唐人家在中环的公厕捡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来分家产？到我死的那天，我也不会承认你跟我们唐家有任何的关系。你穿我们唐家，吃我们唐家，还想来分家产？你真是妄想啊！你还教唆我的儿子来斗垮、斗臭自己的亲生母亲。我们唐家害过你什么了？是不是上辈子杀过你全家死野种？奶奶怎么样？啊，好，OK， 拜拜。奶奶明天生日，她叫我带你一起回家吃饭。Angel， 你自己回去吧。你不要这样了，奶奶他们现在明白了。最近他们看了杂志，知道你妈咪的事情越来越多，知道了根本不是你不孝顺，是你妈咪太过分。我妈以前没这么过分，也不像杂志说的那么坏。最可惜就是认识那个混蛋常在德。不要理他，我们走了，我们常在德，王欢，常在德，阿欢，站住，常在德，站住！别动手动脚的啊！你要钱嘛，我给你，你放过我妈，你别缠着我妈。大家4个人别动手动脚的。我问你，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妈？你要多少钱啊？嘿嘿嘿嘿，你妈打赢官司有3亿，你有没有3亿啊？你给我3亿，我就离开她喽。喂，3亿是吧？嗯，我给你3亿。你敢打我？打我！3亿！不要啊！3亿！3亿！阿欢，怎么样？阿欢，先生，叫救护车！好。志欢，你没事吧？你的头怎么样啊？我的头好痛啊！医生，我弟弟情况怎么样？他刚才摔倒，导致脑震荡，表面看情况不是很严重，不过呢，不知道有没有脑部积血，一会儿呢要做脑扫描。啊！对了，他的父母来了没有？他爸爸刚去世。他妈妈呢？如果一会儿要做手术的话，是要父母签名的。我马上打给他妈妈。志欢，怎么弄成这样？刚才我跟阿欢逛街，碰上常在德，常在德把他推下楼梯。医生，他妈妈说不来。如果要做手术的话，我是他大哥，我能不能代签？可以，那你在这里签个名。哦。你们是不是唐志欢的亲人？我们是，请问什么事啊？我们刚才给杨小姐录口供，她提到伤者跟常在德有很多积怨，我想请你们回警察局录口供。你们去吧，我留在这里。志欢，没事。阿娇，我求求你了，你不要站在我妈那边，别说抱抱神志不清，好不好？我有分寸。有分寸，有分寸。那个常在德就快把我们害得家破人亡了，你还站在他那边，你是不是为了开连锁店，居然变得这么自私？好了，几位请跟我来。好好休息。Francis， 你信我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儿子先打我，他一拳就打到我。你不要再说了，还嫌不够丢脸吗？谢谢 Sir。王秀琴啊，我真没见过像你这样做妈的。Henry， 我们走，明天还要上庭呢。好啊，小甘，你还想怎么样啊？你刚才在电话里说志欢的事情，我不想知道。不管你想知道也好，你不想知道也好，志欢的伤势有什么进展，我就发个短讯给你。外面有很多记者，你问问警察有没有后门，你们从后门走吧。我们为什么要从后门走啊
神经病！我们是光明正大，为什么要走后门呢？意外而已嘛。明白。我明天一早去律师行再说。好了，再见。怎么样？你师傅怎么说？是不是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是啊，娇娇站在他们那边，法官一定会相信他的证供。师傅说我们赢的机会只有30%。你不要这么担心，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你忘了，甲方一生一世都欠你的。把钱包拿出来。你要我的钱包干嘛？抢劫啊！钱我都还给你了。拿出来。那。甲方感激乙方，乙方将来如有任何困难，甲方必定赴汤蹈火，无条件帮忙。此承诺为一生一世，直至任何一方死亡为止。你干什么？不会再有甲方乙方，你不再欠我，你不用一生一世这样帮我，你帮我的已经足够了。别傻了，一纸承诺又算什么？在心中才是最重要。我答应过你，你什么时候有需要，我一定会帮你，直到永远。常在心，你的名字真的没起错。常在心，常在心，常常在心。对了，你真想这场官司完了以后就去南非啊？自从大干走了之后，家里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不开心的事。我想换换环境。这样吧，我到了南非之后，再发给你一个遥远的祝福。谁人无得到一切的渴求？谁人无功于心计的理由？平凡人生天真过后，要怎么走？如何从委曲中再相信人？谁无狂想不可告人？难忘时光必须散尽，留下我。快乐时抱着时，那时至死不渝朋友。